20岁生日那天，爷爷的老友，如今的全国首富，把他几个孙子的照片摆在我面前，说：“选一个当你丈夫吧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指向了纳撒尼尔·查普曼，满是皆惊。毕竟我暗恋乔治·查普曼多年，非他不嫁的事早已不是秘密。前世我得偿所愿，嫁给了乔治，也正因这场婚姻，他继承了爷爷绝大部分家产。可婚礼过后，他就和我妹妹纠缠在了一起。父母震怒，把妹妹送去了国外留学。乔治认定是我揭发了他们，从此对我恨之入骨。他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每个都带着我妹妹的影子。这份背叛击垮了我，我陷入了重度抑郁。后来，他偷偷把我的药换成了慢性毒药。我怀着身孕，在孤独、痛苦与背叛中死去。如今，我重生了。这一世，我成全他们，让他们如愿以偿。可我没想到，乔治也重生了。刚走出老查普曼先生的书房，我就撞见了乔治·查普曼和他的堂兄弟们。他们一看见我，就四散开来，却仍忍不住出言嘲讽：“比阿特丽斯又来找乔治，你还真是不害臊啊！就不怕你那位战争英雄爷爷在地下打滚，看着你这么倒贴一个男人？”而乔治则用冰冷的眼神盯着我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他语气尖锐，又想让爷爷帮你说好话。你不是已经提过你爷爷在战争中救过他吗？那套说辞你还没说够。告诉你，没用的。你把我们的关系闹得人尽皆知，已经让我够丢人的了。婚期我还没定，你找谁都没用。他的眼神里满是轻蔑与厌恶，和前世一样，我的爱意从未打动过他分毫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平静地说：“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是老查普曼先生邀请我来的，他明天要为我举办生日派对。”话音刚落，乔治的堂兄弟们都愣住了。什么？爷爷要为你办派对？其中一人脱口而出。我清楚他们为何如此震惊。老查普曼先生多年不过问家族琐事，如今破例插手，显然这场生日派对远非表面那么简单。他曾告诉过我，我20岁生日这天，要从查普曼家的年轻一辈里选一位丈夫。被选中的人将继承他大部分私人财产，还会成为家族继承人。震惊过后，乔治的堂兄弟们纷纷露出调侃的笑容，看向乔治：“恭喜啊，乔治！等你掌权了，可别忘了我们。有爷爷撑腰，你终于能大展拳脚了。比阿特丽斯，也恭喜你。追了乔治这么多年，总算要得偿所愿了，心里肯定乐开花了吧？”乔治语气里满是讥讽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接着，他凑近我，低声说：“但想避免重蹈上次的覆辙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婚后我们各过各地，你别干涉我的事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会同意结婚。”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震，我没想到他会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。我盯着他，满心怀疑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“比阿特丽斯，是我妹妹伊莎贝拉·莱顿。”她穿着一条迷你裙，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，时不时还轻轻咳嗽2声。乔治见状，立刻快步走到她身边：“你生病了，怎么还出来？”伊莎贝拉低下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：“乔治哥哥，是爸爸让我来的。他不想让比阿特丽斯一个人来。”乔治握住他的手，瞪着我：“你到底有多娇生惯养？出门还要人陪？”他厉声质问：“没看见贝拉不舒服吗？”说完，他就带着伊莎贝拉离开了。走的时候，乔治回头警告我：“比阿特丽斯·莱顿，你再这么不懂事，我死也不会娶你。”他的话让我忍不住笑了。事实上，是我压根不想嫁给他。生日派对当天，直到长辈们渐渐离场，乔治才带着伊莎贝拉姗姗来迟。他的脸颊泛红，而他的脖子上赫然印着醒目的红色印记。任谁看了都能猜到他们刚才在做什么。若是前世的我，此刻早已崩溃，大哭大闹，质问他们为何要这样对我。毕竟，一个是我深爱的男人，
一个是我的亲妹妹。我的感情在他们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可现在，我只淡淡瞥了他们一眼，就转头继续和身边的人聊天。乔治注意到我目光在那些印记上停留了一瞬，立刻挡在了伊莎贝拉身前。几秒过去，我依旧没有要闹事的意思。我的沉默似乎激怒了他，他强挤出一个笑容，问道：“比阿特丽斯，你该不会是怕我不娶你，故意装大方吧？不过这样也好，我很快就要成为查普曼家族的掌权人了，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。以后我身边会有很多女人，但看你今天这么识趣，我就给你一点奖励。”说着，乔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丝绒小盒子。就在他要递给我的时候，伊莎贝拉突然抢了过去，惊呼道：“哇，好漂亮！这不是那个奢侈品牌的限量款手链吗？根本买不到的。”乔治立刻收回手：“贝拉，你喜欢？那送给你了。”“不行呀，这是你给比阿特丽斯的生日礼物，我不能随便要。”伊莎贝拉干笑了2声，可她说话时眼睛却一直盯着我，语气里满是得意。“傻丫头，喜欢就拿着。至于他，我以后再给他找别的，只要是我送的，他都会当成宝贝。”乔治说。他这番羞辱人的话，引得在场众人一阵低笑。突然，前世的回忆涌上心头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他说的曾经都是真的。我以前确实觉得，乔治送我的任何东西都值得珍藏。记得有一年过节，我去查普曼家送礼物，半路遇上了大雨。乔治随手扔给我一件外套，我竟珍藏了好几年。后来，他发现我在偷偷闻那件外套。“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？”他狠狠骂道。那句话击碎了我少女时期的心动，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。那时，老查普曼先生甚至用拐杖打了他一下。她只是个小姑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可即便如此，乔治也只是一笑置之。从那以后，他还把这件事添油加醋的到处说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成了所有人的笑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那一刻，我转身就要走，可乔治却拦住了我。“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装不下去了？我就知道，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根本不可能大方。”他说话时，紧紧攥着我的手腕。我低头看了看他的手，猛地抽了回来。“放尊重一点，查普曼先生。”乔治愣了一下，随即反驳：“尊重？我为什么要尊重你？你不是一直盼着嫁给我吗？我们很快就要同居了，装什么装？谁说我要嫁给你了？”我反问道。全场陷入一片死寂。片刻后，众人爆发出哄堂大笑。“你不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”乔治嗤笑道。“你对我痴迷的不得了，难道还会嫁给别人？再说了，我们家唯一合适的单身汉就只有纳撒尼尔了。可他自从出了意外，身体就一直不好，常年卧病在床，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。我甚至听说他某些能力也受损了。你难道想一辈子守着一个给不了你任何东西的男人？”满是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等着我的回应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推着纳撒尼尔·查普曼走了进来。他看起来确实病得不轻，虚弱得无法离开轮椅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了然的笑容。我正准备宣布要嫁给纳撒尼尔，却突然想起了老查普曼先生的话：“既然你选了纳撒尼尔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”他说：“但现在先别声张，等事情尘埃落定，大家自然会知道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纳撒尼尔也没有说话，他平静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我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失望。我明白老查普曼先生的顾虑。查普曼家族人多势众，每个人都对他的财产虎视眈眈，所以我没有和乔治争辩，任由他们尽情嘲笑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和伊莎贝拉坐在同一辆车里，她坐在我身边，得意地晃了晃手腕。钻石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刺眼的让我忍不住眯起了眼睛。就算你嫁给了乔治，也永远得不到他的心。
他说，在外人看来，伊莎贝拉是个甜美无害的女孩，可私下里，她的本性暴露无遗。看着她，我不禁想起了前世撞见她和乔治在床上的场景。他蜷缩在他怀里，像个受惊的孩子一样瑟瑟发抖，而他却怕我伤害他，把他护得严严实实。那一幕的冲击太大，我当场就晕倒了。那件事之后，父母把伊莎贝拉送去了国外留学。后来，她嫁给了一位海外继承人，日子过得比我好太多。可这一世，我决定成全她和乔治。我倒要看看他们的结局会是怎样。想到这里，我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。你说的对，得不到他的心，就算得到他的人又有什么用？希望你快点长大，早点嫁给他。祝你们一辈子幸福。伊莎贝拉愣了一下，随即挑了挑眉，笑了。你可以装作不在乎，但无论怎样，乔治爱的人是我。不久后，感恩节到了，父亲再次让我去给老查普曼先生送礼物。一进查普曼家，我就撞见了伊莎贝拉。她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她穿着一身名牌礼服，搭配着同款珠宝，尽显优雅。看到我，伊莎贝拉淡淡一笑：“比阿特丽斯，你喜欢我的衣服吗？这些都是乔治送我的。”我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么浮夸的东西，可他偏要送。他还说只有我才配得上这些。我心里涌起一阵厌烦，皱了皱眉，想从他身边绕过去，可他却直接挡在了我的面前。比阿特丽斯，我只是想和你分享我的幸福。你为什么这么冷淡？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但爱情是不能勉强的。话音刚落，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我伸手想把他推开，没想到他却夸张地倒在地上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比阿特丽斯，你怎么能打我？我可是你妹妹啊！就在这时，乔治冲了进来。比阿特丽斯，莱顿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他厉声喝道，瞪着我，你竟然欺负自己的亲妹妹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的目光从乔治身上移到伊莎贝拉身上，忍不住笑了。真没想到，伊莎贝拉，你年纪不大，心思倒挺脏。我话音刚落，乔治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不准你这么说贝拉！他怒吼道。脸颊传来一阵刺痛，我本能的想还手，却瞥见了不远处的宾客。我不想毁了查普曼家的感恩节晚宴，于是压下怒火，只是冷冷地瞪着他们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伊莎贝拉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乔治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，伸手想拉我，可伊莎贝拉却紧紧抱住了他，不让他动。乔治哥哥，我好像有东西进眼睛里了，你帮我看看好不好？他呜咽着说。此刻，路过的宾客们已经开始对我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那不是莱顿家的大女儿吗？为了抢男人，竟然对自己的妹妹动手，真是丢尽了家族的脸。而乔治的脸上则写满了厌恶。比阿特丽斯，快点给贝拉道歉！我怎么会摊上你这样的女人？真是太丢人了。乔治身后，查普曼家的其他年轻人们都捂着嘴偷笑。莱顿小姐，这可不行啊！如果你连自己的妹妹都容不下，那以后乔治和别的女人亲近，你岂不是要嫉妒的去死？有人嘲讽道。另一个人哈哈大笑，补充道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莱顿小姐为了乔治，特意去学了跆拳道。她说谁敢抢乔治，她就揍谁。前世，我确实因为乔治去学了跆拳道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教训所有试图抢走他的女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只觉得无比尴尬。众人的笑声此起彼伏，乔治一步步向我走来。他语气轻蔑地说，爷爷今天就要宣布我们的婚约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嫁给我，就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。婚后我们各过各地，你别干涉我的事。这样，我就原谅你之前的恶毒和令人难以忍受。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，真没想到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竟然能说出如此荒唐的话。乔治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认，脸上的得意更甚。只要你听话，我保证不会让你难堪。他已经笃定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嫁。周围的人都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们。突然，
屋里传来了脚步声。老查普曼先生的助理艾萨克·布朗走了出来。吵什么呢？今天是感恩节，你们想让老查普曼先生不高兴吗？他斥责道。艾萨克身后跟着纳撒尼尔，他穿着一身西装，没有坐轮椅，而且看起来比之前健康了许多。纳撒尼尔看到我捂着脸颊，穿过人群，走到了我面前。你还好吗？他低声问道。看到他的那一刻，一段回忆涌上心头。前世，当我万念俱灰，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徘徊时，曾有一辆车停在我身边。车窗摇下，露出的是纳撒尼尔的脸。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当时问道。他从未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那时，我以为是因为他不承认我这个嫂子。直到临死前，我才明白，我错了。我还在恍惚中，纳撒尼尔又问了一遍，很疼吗？听到他的话，我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目光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却笑着回答，不疼，我没事。不远处的乔治嗤之以鼻，他疼不疼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纳撒尼尔，她可是你未来的嫂子。艾萨克脸上闪过一丝复杂难辨的神情，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催促道，好了，老查普曼先生在等你们。乔治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挠了挠鼻子，低声说，别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。他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，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大权在握的场景。可他的这份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所有人都聚集到客厅后，老查普曼先生拄着拐杖，一步步走下楼，然后踏上了之前搭建好的平台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但气场依旧强大。接着，老查普曼先生笑着握住我的手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比阿特丽斯刚满20岁。按照我和他爷爷的约定，她会嫁给我们家族的一位年轻人。婚礼后，我会将我80%的资产转让给这对新人。老查普曼先生奋斗了几十年，创下的家业堪称传奇。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也比大多数人一辈子赚的都多。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。现在，我想和在场的各位一起见证他们的幸福。他宣布道。乔治挺直腰板，扬起下巴，向前迈了一步，却被老查普曼先生拦住了。片刻后，他笑着转向纳撒尼尔。此时的纳撒尼尔已经换上了一身新西装，站在灯光下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病弱的样子。他手里拿着一束花，走到前面，说，比阿特丽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